前言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多事之秋。开篇先扯个题外话，言归正传。吃完这个瓜之后，最大的感受，每个人都逃不掉对过往的复盘，自己曾经的过往，可能亲自给自己倒油，让事态发展的无法控制，两边做法高下立判，这也是和影音会相关的账号肥虾专属意见部只发粉件的原因。对任何一位前同事每次欺人太甚的做法，肖战从未做到落井下石，这是关注肖战以来最敬佩的心性，普通人很难做到这样格局。肖战被卷进这次的风波，根本就不需要反转，按照正常的轨迹发展，吃瓜群众自然关心该关心的，被强行捆绑和经纪人的恋情问题，不管世界绯闻重伤艺人也好，还是劝退粉丝也罢，在此搬出肖战与经纪人同款说事掉粉，这难道是锤死肖战有恋情的唯一砝码吗？曾经在21年就委托律所发布了声明，针对网上频繁出现的恶意捏造肖战恋情的不实信息，不是侵犯隐私，而是诋毁声誉。看了那么多爆出恋情的艺人维权，用前者维权就说明恋情是真的，侵犯隐私；用后者的名誉维权就是假的，卷进别人的恋情风波里，被迫澄清。虽然被骂，但肖战和工作室是真的有在行动，当天就锁定，4日就收到了网友的道歉。他们的道歉真不真诚不知道，至少高效且有效。这雷霆手段的行事作风，就是现实中那个不屈的反派，迷人又上头，说着最温柔又醒脑的话，玩着有趣的丑滤镜，出现就是阳光暖男，但是动作却如此雷厉风行。也是这样宁折不屈的反派作风，反而成就了肖战这极高的粉丝忠诚度。至于网传的同款，也是有迹可循，出现在私生镜头里的肖战和3位生活助理，和他们的同款是最多的。这怎么说？只能说肖战工作室的待遇是真好，给助理和老板都是同款，一个同款就能锤死恋情，那就让商家出穿戴用品的时候出个绝版，就不会雷同了。